很多人觉得学技能要么有天分，要不从小开始学，练个10年8年才行。微精通的作者罗伯特·威格尔用自己的经历证明，学会一个技能根本不需要10000小时，也不需要天分。用今天讲的4个方法，学习任何技能，几天就能露一手，最快只要几分钟。首先，找到乐趣所在，学很酷的事。我们总是羡慕那些能说流利外语、会变魔术或者随手就能画画的人，我们会觉得那些东西很难学，自己根本不是那块料。就算是有机会学，不能马上看到成果，也会很快放弃。就像作者学吉他，一开始死磕枯燥的乐理和音阶，很快就想要放弃，直到他发现了4个和弦弹37首歌的教程，跟着练了几天就弹出了10几首歌，兴趣一下子就回来了，更有热情去练习扫弦、指弹和拍打的技巧。再拿学英语来说，从音标、词汇表、语法开始学，多数人读到第3页就放弃了。日常口语里80%的内容都是由最常用的1000个高频词构成的。你要做的就是去网上搜一份英语前1000高频词汇表，每天只学10几个，在美剧或者 AI 对话里去听去用，很快你就能听懂日常对话。所以挑你的乐趣所在，别管什么基本功、系统训练，先从最酷、最快看到成果的那里下手就好了。第二，克服手忙脚乱障碍，就是我们需要同时运用2种技能，但它们又相互冲突，就像同时拍头和摸肚子游戏，看着很容易，但你做几下试试，真的会手脑不协调。这时候就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其中一件事情上，不断练习，直到2件事能够同时进行。我去年开始做 YouTuber 的时候，写文稿，一个开场引言要想2、3天，写了删，删了写，调音连该用哪个软件都不知道，剪辑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3件全新的事情同时压过来，我一度怀疑自己根本不适合做这件事，后来才明白不是能力不行。3个动作都还没变成不用想就会做的事，他们在互相抢夺我的注意力，所以要先练一个环节，练到不用想，再专注下一个环节，找出哪些技能是矛盾的，这样就不会觉得学新东西困难了。你可能会觉得慢，但第1个练出来了，注意力被释放出来，学第2个要比第1个快得多。第3个方法，给自己找外挂。投入微精通之前，先做好准备，不是让你买一堆装备，而是用最省力的方式，直接消除手忙脚乱。比如自由潜水，新手下潜时经常掌握不好平衡，耳朵痛得像爆炸，你只需要买一个带气孔的专用防水耳塞，压力平衡的问题瞬间就解决了。除了降低难度，好工具还自带吸引力。当你拿到一支手感特别好、极其流畅的画笔时，就算你不会画画，也会忍不住想在纸上多涂2笔。这种手感带来的乐趣会让你想一试再试。外挂不仅是物品，也可以是人。作者的女儿学吉他，学了1年想要放弃，不是孩子没天分，老师太严格，每次上课都要挨训。后来换了一个合拍的老师，孩子的兴趣又回来了，进步突飞猛进。你的工具不需要多顶级，只要能让你觉得舒服，让你愿意再多练5分钟，就是最好的外挂。第4个方法，制造及时奖赏，奖励回报越早，你越能撑得下去。比如周末做一份漂亮美味的煎蛋卷，别人发出的哇塞就是最顶级的兴奋剂。我刚做自媒体那阵，发布第1支影片时，心跳明显加快，然后是第1个点赞，第1个订阅，再往后收到第1条陌生人留言，说这个对我有用。虽然没有给我带来收益，也没有改变我的生活，但做第2支影片的启动阻力瞬间变小了，因为我知道发布之后会有人看到，还能帮助到别人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这样会帮助到更多的人。